比特币这轮牛市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周线，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上一轮比特币的牛市呢，它是走成完美的五浪。那我们先用五浪呢，把它给画出来。当然，我们有用磁铁。其实我们的起点呢，是从我们熊市的最底部开始。那我们在小牛的时候呢，走了第一浪，第二浪，它把所有在小牛所建立的多头衍生品的仓位呢，给全部清干净了，也就是你只要在小牛市呢，你有做到多的这种底部的多单啊，它在第二浪全部清除，那就导致我们在第三浪的时候呢，不会存有第一浪上涨所存留的杠杆。我们第三浪的上涨呢，它的杠杆都是在三浪在走的时候所开出来的，那它才能走得长走得远。那我们第四浪回调呢，就是519之后，然后随后我们就走了第五浪，然后结束了整轮的牛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轮的牛市呢，其实我认为它也非常非常有机会走成像我们之前所那样的五浪。当然，我们最底部呢，我们是从15500开始，因为它是我们这轮熊市的终点嘛。那当然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到了二浪回调，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走三浪了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我们在二浪呢，它所发生的时间点呢，还有深度其实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二浪当时呢，我们回调虽然说还没有到一浪的起点，没有到那么夸张，但基本上呢，把一浪的上涨给全部都吞掉了。当然了，根据波浪理论呢，一浪、二浪的回调，二浪的终点，它就是绝对不能回到一浪的起点的。所以，我们确实没有打到一浪起点的位置。但我们可以发现，二浪呢，它回调的幅度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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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这个深度呢，基本上把一浪的深度呢全部都给吞掉了。所以在一浪当时所建立的多头仓位呢，会在二浪下跌的时候呢，给全部消失。那而且呢，二浪啊，它也是在我们减半之前就来个很大的下杀。那下杀完之后呢，我们的减半行情就来了。那我会认为呢，我们现在二浪的回调啊，就这么短的回调，或者是说我们来测量一下，如果我们用斐波那契，我们从最底部呢，然后测量一下它目前的回调，其实只到382而已。那一个382的回调，它是绝对没有能力把所有杠杆给清掉的。如果要一个大的这种清杠杆的行为呢，那我们至少是要回调到618，甚至是更往下的这种位置。那我也会认为，我们回调到382，绝对还会有非常多在底部的多头杠杆呢，还可以存留下来的。那我就不认为啊，我们二浪呢，其实现在就已经回调结束了，是我们二浪呢根本还没有开始。那我甚至会认为，我们现在的上涨，其实我们还在一浪当中。那其实我们又可以回看，我们当时一浪的上涨呢，其实是小牛的涨幅。那我们三浪的上涨，它才是减半周期的涨幅。那中间当然是有回调。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三浪啊减半周期的上涨是还没有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在小牛当中，在一浪还在走，它会走到什么地方，这个还不好说。但我认为呢，至少可以走到4万多。那我们上次有谈到，非常有可能就会落在我们前期箱体顶部的这个终点啊，大概是45000到48000之间。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再往上走的话呢，如果我们观察筹码，我们可以发现大概在38000以上，一直到45000的这段区间呢，比特币在运行的过程很有可能呢就会走得非常艰辛因为我们在前面有相当的量能堆积，有相当的筹码堆积。那我们现在可以走得比较轻松，可以走得比较迅速的原因是我们之前呢也是这么通过的，它通过的时候呢是非常迅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到38000之上的这段涨幅呢，一直到45000，它就会走得比较辛苦。能到什么地方，这个是不好说，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认结构是走成这样子。那你说二浪它可以回调到什么地方？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认为二浪呢，我们到25000到2万，这个或许都有机会。那我也相信这个二浪呢，很有可能会洗得很深因为我们在大牛市之前它真的不太可能让这种过往的杠杆呢，可以带到我们下一轮的大幅的上涨之中。那25000或者说2万这两个点位呢，我都认为或许是蛮有机会可以回来的。但即使回来了，它也很有可能是以插针的形式，就是插一根针就走，它不会停留太久或者是说它比较不会以这种实体的方式，很有可能就是上涨之后呢，然后我们来一个比较迅速的回落之后，我们又拉上来了，也就是几乎不会给你什么太好的机会，不会给你太好的价位去抄，但又可以达到轻杠杆的效果。我相信这个才是最终庄家所要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时间点对不上如果说我们要在上方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区间，然后下来之后，我们又要有一个好的这种抄底的区域那
我们的震荡的时间呢，很有可能就会赶不上我们下一轮的牛市，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减半期呢是在明年的4月嘛。那4月的话，这样其实我们只剩下半年，或者说甚至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好，没关系，我们先把第一浪，先把小牛市给抓住。那我们再回到日线吧，回到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呢，上涨的量能很大，爆拉的量能很大，但是回调的量能呢却非常非常小。那从4小时来看呢，其实对于目前的行情啊，多头一样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可以观察，目前高点它是在不断的抬高，那低点在不断的抬高，那高点的话呢，都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位置。其实这个形态呢，我们是可以做解读的。那第一个是这种收敛的三角呢，它通常是中继的形态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来的，那通常我们就会怎么继续走。再来是你可以发现，我们每次到达了35000左右呢，就会出现卖压，所以卖的人呢，卖压出现的位置呢，都是在一样的地方啊。但是买的人可不一样，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回调到最低点的时候是到32500，当时就有人买了。后来呢，我们回调到33000，就有人撑住了，就有人买了。后来我们又到33000多，就有人买了。那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撑住了。那如果说我们继续撑住、继续收敛的话呢，我认为目前的调整的情形，绝对是对多头比较有利的。你也可以发现，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绝对是量缩。那如果说接下来往上走的话，我个人是会去追的。那如果说往下回调的话，那很有可能就表示我们这波上涨不会那么快，但也没关系哦。如果回调的话呢，我认为也是抄底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不论是现货还没有上车的或者说合约还没有上车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低位的机会。所以其实，当然我相信它最后会往上，但是呢，如果说要回调的话，对于我或者说对于各位来说，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走法。那我们可以期待它走出来。那从1小时来看呢，我认为还是震荡比较多吧，我们就不用去做过多的解读。那我也会认为，其实从这么小的级别上呢，我们去找一些形态啦，在震荡区当中，或许意义不是很大。那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有盈利，你是可以直接把盈利给提走的。那 OKX 你只要 KYC 就可以获得$10的赠金，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合约也好，现货也好，任意金额你就可以获得$20的体验金，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